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今年99岁了。到了这个年轻人，我已经没有兴趣去说那些客套的废话了。在这个深得近乎1个世纪的人生里，我看到了大萧条的饥饿，目睹了世界大战的硝烟，也亲历了互联网泡沫的疯狂。如果说这100年的阅历承载了我什么最核心的道理，那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哑巴的赌博，而人类在自我毁灭这件事上拥有着无尽无尽的时间创造力。最让我感到难过和痛心的，从来不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，在大街上奋力求生的穷人去买彩票，那是他们绝望中的一点微光，虽然愚蠢，但值得同情。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是那些穿着得体套装结束常春藤名校，智商的多达180名精英们，正排着齐齐的精英，着着歌，欢快地跳进火里。到了大，你们就被一种极其危险的教育观念洗脑了。老师逼着你们在试卷上争夺高分，父母逼着你们考进那些听起来吓人的名牌大学，社会告诉你们要学习复杂的金融模型，掌握高深的危机。你们被灌输了一种幻觉，你们以为只要脑子转得够快，只要计算能力够强，只要智商比别人高，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叫做人生的赌场里大杀四方，可以抵抗万有引力波，飞向财富的太阳，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让我深刻地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在投资领域，甚至在整个捍卫马拉松的马拉松里，望远镜并没有决定你生死存亡的关键人物。很多时候，过高的智商反而是你最大的诅咒。我见过太多聪明的人，他们本该拥有令人羡慕的人生，他们是顶尖的医生，是才华横溢的工程师，是华尔街掌管着几十亿人的基金经理。他们的脑子比我好用，他们能解开我这辈子都看不懂的数学题，反应速度像猎豹一样快。但当他们出现时，或者更糟糕，当他们彻底声名狼晚上时，他们的中段甚至超过了一个在田里破坏种地的文盲老农。因为他们太自信了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为什么天选之子。在神话里有一个叫伊卡洛斯的傻瓜，他的父亲给他用蜡做了翅膀，告诫他不要飞得太高，但他觉得自己掌握了飞行的奥秘，他狂妄地以为自己能飞向太阳。结果呢，太阳的高温蒸发了蜡，翅膀散架了，他从高空坠落，摔得全身碎骨。普通人因为知道自己笨，知道自己能力有限，所以他们做事小心翼翼，他们不敢借钱，不敢冒险，不敢去碰那些自己看不懂的东西。这种对别人的恐惧，对未知的他们的敬畏，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生物保护，就像层甲甲一样保护着。聪明人呢，傲慢记下了他们所有的防御系统。他们开着一款名为高智商的赛车，以海拔300公里的速度冲向悬崖。在冲出去的那一刻，他们的脑子里还在高速计算着空气动力学公式，以为自己能飞过去，却从来没有过要踩一脚刹车。我和沃伦·巴菲特能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活到现在，积累了数千亿美元的财富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聪明的你们。说实话，我们做的那些投资决策，用的数学知识从来没有超过小学3年级的水平。我们能获胜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从不想做那只自以为是的兔子。我们心甘情愿做那只被人顽强爬得慢吞吞的乌龟。在这个充满了疯子、骗子和赌徒的世界里，你不需要立刻变得多么聪明，你只需要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变成一个傻瓜。如果你想在股市里活下来，想在维护人生的淘汰赛中成为最后的学者，你不需要去学那些只有鬼才看得懂的
选项定价公式，也不需要去预测明年的宏观经济走势，你只需要记住3个关键词。这3个词在英文里都是以字母 L 的，它们是聪明人财富的粉碎机，是中产阶级的墓志铭，是所有悲剧的源头。它们分别是酒精与成瘾物质破坏的两性关系，以及金融界最致命的武器杠杆。这就是著名的3大力量毁灭。如果你能像躲避瘟疫一样平常注意这3样东西，即使你只是个智商平平的人，我敢打赌你也能慢慢变富，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。但如果你自以为是，觉得靠自己的小聪明能驾驭得了他们，那我告诉你，不管你现在银行账户里有多少个零，迟早有一天他们都会归零。接下来我要像剥洋葱一样把这3个恶魔层次地剥开，让你们看看那些在隐藏光鲜层次下的剧毒。这可能会让你们感到不舒服，但良药苦口，这些话能救你们的命。我们先说第一个 L， 即酒精。但我这个老头子想把它的定义扩宽一点，我不指那杯威士忌或伏特加，我说让一切你产生化学依赖，让你逃避现实禁制的东西，无论是违禁药物、吸酒，还是现代人吸取的各种精神麻醉品。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有一套很时尚的理论，你们会反驳我说，查理，你太老了，喝点酒怎么了？很多伟大的艺术家都喝酒，华尔街的交易员下班后都去酒吧放松。这是社交，这是生活情调。是的，我也承认，习惯锻炼可能死不了人，但我这辈子见过的毁灭，往往就是从那一点所谓的习惯开始失控的。你们必须明白一个基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核心思维模型，在现代社会生存本质上就是一场连续不断的决策游戏。你手中唯一的武器，就是你那颗能够进行理性认知的大脑。如果你主动承认某种化学物质去干扰神经递质的传递，允许破坏这把武器的精准度，那你就是在战场上把枪口去瞄准了自己的太阳穴。这就好比一个外科医生在做开颅手术前先喝了半个锅头，你能让这样的人给你动手术吗？当然不会。那为什么你会凭自己在做关乎身家性命的投资决策时，大脑处于麻醉状态呢？我想起20世纪30年代在奥马哈的日子，喜欢我年轻，周围有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，他们用现在最性感的成长看，他们也是人成为中龙凤，他们比我英俊，比我风趣，家世背景比我好，智商也比我高。按理说，他们的人生应该是一条笔直向上的椭圆形，他们应该拥有幸福的家庭和巨额的财富。但后来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酗酒，心肌梗塞很充分，是为了社交，为了卡斯圈子，后来是为了缓解工作带来的焦虑，再后来是为了逃避生活中的意义。当酒精刺激了大脑皮层时，前额叶的功能就开始退化，理智退场，兽性吞噬。我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深渊。发票酒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肝肿瘤，那是医生担心的事。作为投资者，作为这种人生观察家，我最担心的是酒精导致的道德麻木和判断力丧失。一个酒鬼是无法遵守纪律的，他在市场恐慌时会情绪失控，在需要耐心时会急躁不安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会变得不可靠。在这个商业社会里，可靠是比智商1000倍的道德。如果你不可靠，如果你的承诺像空气一样随时会消散，那么无论你多么聪明，没有人愿意和你做生意，没有人愿意把金钱关系与你打理，也没有人愿意和你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。酒精会一点点腐蚀你的信用，
直到你变成一个孤寡人。本杰明·富兰克林说过，这个世界上只有2件事是肯定的，死亡和税收。我想在这个清单上加上第3条，生活的交易。生活艰难，真的很难，它充满了怨恨，面对疾病、意外打击和不可预测的灾难。只有这些无法避免的痛苦，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像个战士一样直面它，在痛苦中反思，在打击中成长；第二，像个恐惧妇一样用化学物质麻醉自己，暂时忘掉它。聪明的人往往因为感知力太强，对疼痛更敏感，所以他们更容易选择条路。这就是陷阱所在。当你选择用酒精来逃避痛苦的那一刻，你就亲手切断了复利的路径。痛苦是生活给你上的私教课，每一次的打击，本质上都是在俘获你的神经突触，让你更适应现实，让你变得更加强大。如果你麻醉了自己，你就错过了进化的机会。你一直在原地踏步，甚至倒退，而这个残酷的世界却不断在前方。复利的力量被酒精完全操纵了，复利需要的是持续不断的积累，而酒鬼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。我这辈子经历过无数次的打击，我年轻时经历过丧子之痛，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。我经历过严重的眼疾，导致一只眼睛失明。我也经历过投资上的亏损和羞辱，但我无意过靠吸几口什么东西或者喝得烂醉来解决问题。我有一套钢铁般的心理，每当痛苦来袭，我对自己说，这是生活在教我新的东西。我会咬碎牙关挺过去，别可怜自己，别抱怨，更别想借酒消愁。如果你真的失去了上悲惨的生活，我有一个秘诀保证灵验，一遇到磨难就喝得烂的醉。我保证，你很快就会工作，失去朋友，失去家人的信任，最终失去朋友，在阴沟里度过余生。所以，保护好你的大脑，就像保护你的本金一样。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，保持绝对清醒，但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。当别人沉迷于放纵生活时，你用清醒的目光审视这个世界，你已经赢得了一半的战斗。接下来是第2个 L， 这通常指代女士，但在当今这个时代，对男性的道理都是通用的。我指的不仅仅是性和欲望，而是一个更严肃的命题，高风险的伙伴选择。很多傻瓜以为选老婆或者选老公是一个浪漫的问题，是关于荷尔蒙和心跳的问题，大错特错。这本质上是你人生中最大的一笔风险投资，也是最严重的风险管理问题。我可以明智地告诉你，人生中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，不是你买了一只大牛股，也不是你买了没买市中心的房子，而是你选择和谁结婚。为什么要用金融思维算账？首先是概括的显性，如果你选了一个情绪不稳定、价值观扭曲或者挥霍无度的伙伴，一旦婚姻破裂，你的资产成本瞬间减半。几十年的复利积累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我和沃伦无数见过才华横溢的基金经理，他们在市场上因为一场糟糕的婚姻，因为一场艰难而丑陋的离婚官司，他把钱全输给了贪婪的律师和愤怒的前任。这种财富的流失是毁灭性的，因为你不仅失去了本金，还失去了你东山再起的资本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隐性的性机会成本，这是聪明人通常忽视的盲点。一个最出色的合作伙伴是这个世界上消耗最严重的东西。想象一下，美联储刚刚宣布加息，股市一片哀嚎，你需要极度紧张地分析公司的年报，
做出一个几乎生死攸关的决策。此时你的家里却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正在进行第3次世界大战。你的同伴在尖叫，在指责中，你的情绪崩溃了，压力猛增，脑子里全是愤怒和怨气。在这种状态下，问问你自己，你还能做出理智的决定吗？爱护你的智商肯定会降到0，你会做出极其愚蠢的决定，你会卖出不该卖的好公司，你会买入垃圾资产，以此来发泄情绪。一个好的伙伴是你的安全边缘，是你人生资产负债表上最优质的所有者权益。他给你提供情绪上的压力舱时，让你在风暴中保持稳定。而一个最糟糕的伙伴，就是要支付利息高得吓人的有毒债务，是永远还不清楚的高利贷。我的时候很幸运，遇到了我的妻子南希，她是我见过的最压抑、最理智的女人。她从不制造戏剧性的矛盾，总是支持我。正因为有了她的坚强，我才安心地在前线思考和奋斗。沃伦也一样，苏珊对他的态度简直就像圣人一样。没有南希，我可能因为脾气暴躁而把生活搞得一团糟。所以我给后人的建议是，在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，把长相和才华往后放一放。这2个指标固然好，但他们会贬低价值。沸水的筛选指标应该是低维护成本和高可靠性。什么叫低维持成本？就是说这个人情绪稳定，讲道理，不稳定自己的快乐责任。他不需要你每天像哄婴儿一样去花哄思维，去猜测，小心翼翼的事后。你们之间的对待应该是轻松的，像呼吸一样自然。什么叫可靠？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，无论你饥饿还是富贵，无论你健康还是疾病，你都知道他绝不会背叛你。如果你得上战场，你就能放心地把后辈背叛他。很多聪明人，尤其是那些自命不凡的男人，被有魅力但情绪极不稳定的人所吸引。他们以为那是激情，那是爱。别傻了，那是灾难性的前兆。那种忽冷忽热、歇斯底里的关系，很容易像吸干你的能量一样吸干。我的话，如果找不到靠谱的同伴的话，绝对比糟糕的婚姻强100倍。不愿意人清醒的活着，也不要至少2个人糊里糊涂的互相折磨。个别关系你保持清醒，而混乱的关系只会让你疯掉。如果你已经处于无可救药的烂一段里，那就割肉止损。听起来冷酷，可就像投资一样，短痛总比拖着痛来得好。你不带一条坏掉的腿跑完记住人生的马拉松。好了，如果你刚才打了个盹，现在必须给我睁大眼睛。前2个 L， 酒精和混乱的关系，慢慢可能只会让你生活痛苦或者变穷。但第3个 L， 它有一种特殊的魔力，你可能正处于人生巅峰，最聪明、最富有、最得意的时候。它可以让你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，连骨头渣都不剩。这就是杠杆。如果说酒精是慢性毒药，那么杠杆就是金融界的核武器。什么是杠杆？通俗点说，就是借钱。借钱投资，借钱炒股，借钱买房，借钱赌去一个你到底负担不起的未来。华尔街那些穿着昂贵西装的星巴克员会告诉你，杠杆是好东西，是金融创新的奇迹。只要你回报贷款利息，杠杆就是你的朋友，能帮你成倍的撬动财富。这是教科书上的废话，完全是骗傻子入局的诱饵。从物理学和数学的角度看，杠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一个你无法克服的物理效应。它把时间这个究竟是投资者最好的总部变成了最凶残的敌人。听着，
如果你用自己的现金买股票，就算股市跌了50%，只要你相信这家公司是好公司，它的基本面没有坏，你可以像只鳄鱼一样趴在河滩上一动不动。你等1年、5年，甚至可以10年，直到股价回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时间是站在你的身边的，复利是站在你的雷达的。你拥有等待的权利，但一旦你借了钱，加了杠杆，时间就马上倒戈。你的贷款有还款期限，你的保证金有警戒线。股市只要达到10%，你的券商就会像催命鬼一样打电话给你。当跌幅达到20%时，在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，他们会强制平仓。就在那一刻，你被清零了，本金没了，游戏结束了。就算第二天股市反弹创了新高，那也和你没关系了。你在黎明前倒下的，因为杠杆增加了你等待的权利。给你们讲个故事，历史上最著名的鬼故事。1998年，有一家资本叫长期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，这家公司的阵容简直就是上帝战队。他们的合伙人里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还有一群智商爆表的数学天才。他们比你聪明，比我聪明，比世界上99.9%的人都聪明。他们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套利，几年头赚了大钱。他们自己发现了金融市场的万有引力，于是开始疯狂加杠杆。他们用了40亿美元的本金，借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债务，杠杆率高达25倍甚至更高。然后黑天鹅来了，俄罗斯债务违约。市场上的数学模型认为这种情况几千年才会出现一次。结果呢，几周之内，这群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把40亿美元的亏得干干净净。这甚至差一点摧毁了整个美国的金融体系。我问你，如果连诺贝尔奖得主都打不过杠杆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能行？你凭什么觉得你那点小聪明能战胜数学规律？你的数学比他们强吗？你的信息比他们全面吗？你的抗风险能力比他们高吗？如果都不是，那你去碰杠杆就是在自杀。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双手有点钱就去开融资账户，他们看到热门股票涨了，就在想，借钱买不是赚更多吗？这其实是一种疯狂的贪婪。我和沃伦·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几十年，从来没有借钱买股票。即使有机会得到好流油，我们也借钱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最简单的小学数学道理：任何巨大的数字只要乘以0，结果都是0。一旦你使用了杠杆，你的人生就暴露在了归零的风险之下。只要你有一次归零，之前所有的翻倍、所有的辉煌、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意义。不光是股市，生活中的杠杆更可怕。看看你周围的房贷，很多人为了面子，为了搬进更大的房子，背负着巨额债务，用未来30年的债务去还贷款。只要经济稍微出点状况，只要你短暂3个月，或者利率稍微上涨，你的生活就会崩塌。这可不是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，这叫走钢丝。你在离地100米高的钢丝上走，还背着沉重的房贷，下面没有网，只要一阵风，比如安全经济危机，你就会摔下来，粉身碎骨。我见过太多聪明的人，真正有头脑的人，他们也破产了，不是因为他们笨，而是因为他们太急功近利，不可能慢慢变富。他们想在下周2之前变有钱。他们看着隔壁那个捐赠不如自己的傻瓜，靠着借钱炒房发了财，他们的心态崩溃了，嫉妒心爆棚，逼着自己按那个杠杆的按钮。接下来的那一刻，你把命运安排了运气，你在玩俄罗斯轮盘赌，
也许你前5次扣扳机都还中弹了，你赚了大钱，大家都在给你鼓掌，但那颗子弹永远留在弹膛里。只要你无数下，只要你继续玩保养游戏，那颗子弹迟早会撕裂你的脑袋。这就是我对杠杆的看法。如果你聪明，你根本不需要杠杆也能变富；如果你愚蠢，那你就不该用杠杆。无论哪种情况，都把它从你的工具箱里扔出去。这3个 L 这么危险，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还是像飞蛾扑火一样冲上去？我们需要像外科医生一样，抛开人性的骨折，去检查内心的病灶。答案很简单，也很丑陋。促使你去触碰3个 L 的，通常不是为了生存，更不是为了快乐，而是源自2种最古老、最愚蠢的罪恶：嫉妒和急躁。先说一下，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愚蠢的罪恶。我说它愚蠢是有原因的。你看看其他的罪恶，比如贪污，至少能让你赚钱；比如色欲，至少能带来片刻的欢愉；比如暴食，至少能满足口腹之欲。唯独唯一，除了让你痛苦，让你胃痛，让你脸色发青之外，给不了你任何好处。这是一种纯粹的无损伤的正义情绪。然而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几乎就是建立在制造之上的广告商、社交媒体，甚至你的邻居都在不断地刺激你的嫉妒心。你一打开手机，就看到同学升职了，邻居买了新车，朋友靠买某种虚拟货币赚了一大笔。特别是当你明明觉得某人比你笨，可他们却比你有钱的时候，这种痛苦会让你逼疯。这种心理失衡是推动你去赌博的第一推动力。你会想，凭什么他能赢？即使我赢不了，我还要加倍下注，我要赶上他。别傻了，你要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总有人比你发财更快，那是他的运气，或者是他承担了你无法承受的风险。如果为了追上一个傻瓜，却把自己安置在死地，那你才是真正的傻。有人问我，查理，谁是你最羡慕的人？我说，没有人。我不在乎别人有多少钱，我只在乎我是否在做正确的事。战胜嫉妒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对此漠不关心。其次，不耐烦，谁都想快点发家致富。有人问我，查理，我怎么能像你一样有钱？我说，慢慢来。他们都失望了，不想听慢慢来，想听下周二他们就能发财的秘诀。但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数学上的道理，任何承诺让你快速致富的方法，要么是刑法里明文禁止的，要么必然伴随着巨大的毁灭性的风险。因为急躁，所以你会借钱；因为想积累的时间；因为急躁，你就无法忍受生活的平凡，追求去酒精带来的瞬间刺激；因为急躁，你会匆忙结婚，只是因为不想一个人等待合适的人出现。这种对速度的执着，其实是对数学规律的一种傲慢。复利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，爱因斯坦都说它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但复利的核心参数不是回归率，而是时间。你的时间很长很长，就像种树一样，今天种下去，明天想砍树卖木材，这是不现实的。聪明人往往比人更没耐心，他们觉得因为自己的时间更宝贵，觉得自己应该走得更快。这也是为什么聪明人更容易逝去，更容易找的原因。你需要一种解药来对抗这种本能，你得学会享受慢节奏，学会理解滞后满足感，看着别人发财，自己却波澜不惊，这才是真正的境界。那我给你们开个解药，如果你想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活下去，活得久一点，最后还能笑到最后，你该怎么办？答案其实就在问题里。
伟大的一代数学家雅克比有一句名言：反过来想，总是反过来想。大多数人都在绞尽脑汁地想，我怎么才能成功？我怎么才能变富？我怎么才能幸福？我从来没有不想过这些。我分手究竟会让我痛苦？为什么会让我破产？究竟会杀了我？然后我就花一辈子的时间，尽全力避免去做那些事。由此我们知道，第一，酒精和成瘾物质会毁掉你的大脑和信用；第二，糟糕的伙伴和破坏关系的会毁掉你的情绪和资产；第三，金融杠杆会让你瞬间归零。那就把这3样东西加进你的接口冲突清单里，不仅不要做，连想都别想，彻底把它们从你的选择里剔除。当你排除掉那些带来毁灭性的选项时，无论你以后走哪条路，都是通向上升的道路。这就是通过排除法取得胜利的方法，这就是智慧的本质，不干蠢事。现在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事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首先，拥有大量现金或极其安全的资产。很多人都说现金一文不值，会被慢慢吞噬。我说，现金就是你的氧气罐，平时你感觉不到它的重要性，但当市场一旦崩盘，危机来临，所有的资产都在跳水。那些杠杆玩大了的人，正如过街老鼠一样排着队跳楼。你可以像逛超市一样，手握现金，用极低的价格买走他们血淋淋的筹码，那就是你一跃成为富人的时刻。但在那之前，你只需要耐心等待，像鳄鱼一样趴在泥潭里一动不动地搜寻。你可能要等3年5年，但值得。第二，建立一个聪明人不需要才智也能赢得的生活体系，别把自己逼到那种每次都得做对的地步。如果你不用杠杆，犯错是可以的，买错股票也没关系，错过机会也无所谓，你照样能过得好。但如果你加了杠杆，你一次都不能错。有人会问，但如果我不加杠杆，怎么克服膨胀？怎么买大房子？老人们是想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，注定要受苦。致富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配得上财富，靠勤奋，靠谱，靠一生学习，让财富自然流向你，去而不是抢未来的钱。最后，我想我一生中最自豪的不是我有多少钱，不是伯克希尔的股价涨了多少倍，我从不担心股市明天会跌多少，因为我没借过1分钱。我从不担心会有丑闻找上门，因为我过着节俭，很检点。我从不担心大脑会突然短路，因为我根本不喜欢这种内心的平静，是豪车和奢侈品买不到的奢侈品。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拥有这样的平静。我不希望你成为那道划过夜空的火花，一颗瞬间燃尽的流星。我希望你是那颗挂在天上的星星，虽然不那么耀眼，但它永远在那里，发着稳定的光。记住这3个 L， 把它们写在镜子上，每天早上刷牙时都会瞬间瞥见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些，我相信50年后，当你像我这么大的年纪时，你会坐在摇椅上，感激今天听到了这个老头的唠叨。如果你想听更多这种虽然难听但有用的真话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们不胡扯，只讲生存之道。祝你运好，更重要的是，希望你保持清醒，别做傻事。